些局促了哦，又是一只不同的，好漂亮，谢谢，希望你喜欢。谢谢，很喜欢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花园感觉怎么样？进来，这种氛围还蛮奇特的，我觉得，就是突然间安静了下来。哦，外面很吵吗？主要是今天的，因为人很多嘛，对，然后大家都很多东西需要拍，然后突然间进来之后，感觉有股能量，一股静谧的能量，静谧能量，很喜欢这种能量。可能是因为 Franklin 老师在这里。你好，荣幸。你好，他有那种给人带来静谧感的那种力量。你说话也像念古诗一样。是吧？其实我平时速度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只是因为你认识的你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不想破坏你对于这个地方静谧的认知，所以我刻意的控制了一下速度。那我们还是静谧一下吧。感觉你进来也带来了一股静谧，而且你跟这个整个环境，我的老天爷，很搭是吗？太搭了。对，很漂亮。我想离开这个直播间，让你安静美丽的坐在这里。哎，小曾，我们经常总是能看到你很多的这种，就是不停的去创作新的作品。你是一个能量很高的人吗？其实我也需要储能的，我觉得我算是高能量的人吧。因为你需要不停的给自己加能量，才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作品。对，那其实我最近老是困惑一个事情，就是其实。我觉得低能量的人是无法变成高能量的，只能是高能量的人他想变成更高能量的人。对，低能量就是只能是如何省电的过活。会的。其实高能量的人也不一定是永远保持高能量，他肯定也是想办法偷懒儿。是吗？是的。就是省电的，就是把电量能量用在不同的地方。对，是的，他不可能一直的持续的高频嘛。对。那你不会持续高频？那像你平时，比如说在这种高能量工作的间歇，你会做些什么事情放松？我会待在家里，因为我家里养了很多植物，所以我需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去放松。可能养植物这个过程当中，它其实说白了没有获得什么，但它其实是培养自己跟自己对话，反而是让自己有一些空白的时间。可能我们作为演员，或者是我今年有新的身份，像歌手一样也好，他也需要一些时间去转换它。对，其实跟植物待在一起，其实就是跟自己待在一起。是的，其实就是培养自己，培养耐心，跟自己待在一起的这种。就你每天会发现这个植物的变化之后，你反而会觉得其实自己内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植物的？我是参加个综艺叫做《小熊花园》，跟张颂文老师，然后他其实是对植物非常有研究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植物的时候，完全不懂，但就是慢慢的跟他一块学，然后现在开始养第一个植物也是那个节目里面认识的朋友送给我的，所以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觉得，哎呀，我不能把它养他得活下去是吧？对，他得坚持的活下去，所以这样一点点的培养耐心，然后逐渐更多的朋友送给我花的时候，我就不得不接受这些植物，并培养，然后现在自己开始慢慢的培养起来。那你现在家里有哪些？好多，最多的可能是鹿角蕨，像龟背竹，可能现在因为我现在那个植物都放在横店，因为你经常待那边，对，所以可能现在通常会养一些比较好养活的，对。有什么好养活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养一下吗？又好看又好养。龟背竹啊，又大又好养，对呀，看起来又很蓬勃，是的，很有生命力，好，非常生命力。龟背竹是强烈推荐的一个。我还喜欢鹿角蕨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，因为鹿角蕨它其实也是很简单的，它就是用水苔包裹了一个小树苗，就是你看起来就很养眼，然后它有不同种类的，然后它就是挂在墙上，然后就像一幅画一样，装饰画一样，很漂亮。好，今天学到了2个，龟背竹和鹿角蕨。有什么就不推荐这个能力不足的人养的吗？就是千万就尽量少碰，因为我记得好像什么多肉这些是那些我没接触到，你没接触哈，你也不知道。少养绿萝。为什么？因为绿萝不是特别好养。我不知道，老师你对绿萝有个了解吗？我不是特别有了解。不了解。说一下，对。我不知道，反正你看，我也是听说一个很玄乎的东西，但现在。不好说。好的，那我们说点别的。好，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2个，我决定我也要养一下，因为我也很就是感觉我之前买过一个那个发财树，你也可以。对，也是放着就能好好的生活下去。它也比较好养活。对，蝴蝶兰算好养吗？那是鲜花嘛，那属于鲜花了。它也不属于也是植物了，就是说它属于鲜花类型的。我之前买过一棵柠檬树怎么样？就是对不起它。
哦，也有人送给我，他如果一个冬天过不了的话，就容易对，熬不过我再次我就出差了嘛，我再次看到它已经是枯叶了啊。但说不定如果你别丢，别放弃它，可能来年春天它可能突然就又长起来。哦，有可能，对，但是我已经放弃了。真是对不起它。没关系。非常感谢你刚刚给我们推荐了几个好养的植物，打算接下来也去养一养。如果大家在直播间看到的，也可以去养一下这几个植物，会挺有幸福感的。当植物陪伴着自己的时候，对吧？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互动环节，想要跟你来玩一下，就是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困惑的事情？然后今天通过这个卡牌，我们 Franklin 老师可以帮你解读一下。那我需要说出来吗？这个问题规则 Franklin 老师告诉你。好 ，OK。好，你可以默念问题，或者你现在如果想要向大家，或者我先默念，然后如果我想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再分享。好吧，我先默念一个了。好，这边3叠，这是数字1、2、3，选择一叠，留下那一叠，选择一个叠，对，叠牌卡。这一叠是吗？好，然后你心里默念了这个问题，然后你抽一张牌卡出来，好，然后摆在这里展示给大家。好，你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向大家揭晓一下。我的问题是，我后天有个新戏开机，一切会顺利吗？这个的话还蛮有意思的，因为这张牌卡是钱币8逆位。钱币8逆位的话，就是说比你想象的要轻松很多。因为如果是正位的话，它需要很努力，很努力。但是如果是逆位的话，反而就是很轻松，反而不要那么努力，就是这样。跟我想的一致，跟我想的一致。巧力，而且不要花苦力，花巧力。对，哇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。对，谢谢你，我突然间豁然开朗了。好，而且他问这个问题，说明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你肯定最近在思考这个东西。对，因为我很久没有接触过现代戏所以因为我有时候古装演多了，反而会有一些吃力，就是演现代戏需要一个时间去转换，但我一直没有做好这个准备。但老师今天一说完，我觉得你想的方向是对的。对，反而就是不要太大的负担，就开心的玩。他你自然的时候演技是非常好的，谢谢。就自然，对，好，保持自然，就像今天这个花园一样。对，好，太棒了。还有什么想追问一下的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已经点到为止，非常满足。我这个人很容易满足的。拿到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牌，很棒。好，今天给他的这个就唯一要注意一下自己，就不要太累、太辛苦了，好吗？好。好担心眼泪哗啦就下来了，刚才他嘴角一歪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肯定其实是行程很多嘛，对，挺好的。老师，你还会关心我的身体，谢谢。是卡牌，是要关心自己的身体。好，一样。对，就是不要太辛苦了，不要太辛苦。好，对，太棒了。 OK 的。对，一个就两张牌都很让人心里舒适哈，一下就踏实了。对。老师，你有这股能量，很踏实。谢谢，你也很细心啊。谢谢。不是一般的人都能养花养草的。是对吧？很细心的人。也给他带来了能量。对，太棒了。好，非常开心，这2张牌，预示着新戏一切顺利。好，而且会比你想象的更顺利。对，太好了，就轻松，太棒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也就非常期待今天晚上在红毯上的表现。希望你们玩得开心。好的，谢谢来到我们花园，拜拜。